他永遠保持着真誠的心，說話從來都堅持不打草稿，也不經大腦，總是自信地脫口而出。最后，美國為了迫使日本投降，在長崎和廣島扔下2顆原子彈。那麼廣島當時美國扔的這個原子彈炸死人7、8萬人，炸傷了3萬到7萬人，約占當時日本總人口的48%。在長崎扔的這個原子彈，死亡了2萬多人，炸傷4萬多人，約占日本當時的人口29%。他寫的一手好字，從不吝嗇展現自己的圓珠筆書法。他待人真誠，每次與人交談都開門見山，坦誠自己是爺爺的孫子，毫不隱瞞家庭背景。今年也是個特殊日子，爺爺30周年。我崇拜了爺爺的最崇拜的之一，就他老人家这個游泳技術非常高超。因為我是新中國缔造者，是毛澤東的後代。在我6歲那一年，我的爺爺，我們親愛的毛澤東主席，永遠的離開了我們。雖然背景顯赫，但是他的身上卻看不出一絲一毫的富貴，從來都是樸素的軍醫。在學術研究上，他始終虔誠地研究他爺爺的思想，並在任何場合都展現其所學。他永遠樂觀大度，絲毫不在意網絡上對自己的诋毀言語，每年都定時出場亮相。他就是中國最年輕的70後博士少將，他爺爺的孫子毛新宇。很多人對於毛少將的印象都只停留在他曾背誦爺爺幾句詩詞，還有用圓珠筆留下幾筆真跡的層面。有人對毛少將不屑一顧，甚至還有人嘲笑他腦子有問題，但大多數人都沒有真正深入了解過毛少将與他的成長經歷。下面就快訂閱 Zero 檔案， Zero 君將為你帶來一個真實的毛少將。讓我們有請他爺爺的孫子毛新宇少將閃亮登場。毛皇孙逢人便稱自己是爺爺的孫子，但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爺爺的真孫子，至今都還是個謎團。據中共官方說法，毛新宇是毛岸青與少華的兒子，是老毛唯一的嫡孙。但有消息透露說，毛澤東至死都未見毛新宇一面。有人還查閱了包括中共中央文獻室及毛新宇自己出版的3本回憶毛澤東的著作，在毛新宇的回憶錄中有很多毛澤東的照片，也有很多毛新宇的照片，但是唯獨沒有毛澤東與毛新宇的合影。要知道，毛少将的老母少華以愛好攝影聞名，曾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的主席。他既給毛澤東也給毛新宇拍過很多照片，就是沒有拍過老毛與孫子的合影。如今的毛皇孫每隔一段時間就拋頭露面，常常大肆宣揚自己毛澤東之孫的身份，說明其非低調之人。當時其母少華要是讓他進中南海，隨便跟毛來張合照的話，想必毛皇孫吃他爺爺這碗飯會吃得更香。但是為什麼連一張合照都沒有呢？少華對這一怪象的解釋是，他之所以不願意讓兒子進中南海，是害怕江青心狠手辣，不知道会幹出什麼事情來。但這樣的說法卻站不住腳，因為心狠手辣的江青雖然可以搬弄是非，可以將毛的女兒李敏趕出中南海，卻不敢冒犯毛氏家族的男性成員，這也符合毛男尊女卑的觀念。誰都知道，江青當年最怕的就是毛岸英。曾有人回憶，毛岸英训斥過江青，說他如果不願意和爸爸在一起可以走，為什麼和爸爸吵架？江青被训得不敢吭聲。对于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江青甚至是視如己出，所以他是萬萬不敢對毛澤東唯一的孫子下毒手的。還有一種說法是，因為毛澤東年事已大，沒有精力陪伴孫子。但毛新宇是生於1970年1月，毛澤東在同年的5月20日，在天安門發聲明時，曾一站就是2個小時。1971年5月1日晚，還在天安門城樓走了幾趟。而且，即使是在毛駕崩的前幾個月，他還能與時任巴基斯坦總理的布托會面。所以說，在幼年新宇出生後，長達6年的時間裡，都沒精神見自己唯一的孫子，這怎麼都說不過去。甚至有更荒唐的猜測說，是因為消息被封鎖，毛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個孫子。試問，
毛至死都是中國的土皇帝，誰敢对他封锁消息？所以由此看來，毛並不是不能見這個唯一的孫子，而是不想見。那麼為什麼會不想見呢？有一種勁爆的說法是，毛新宇其實是毛澤東與少華所生。1966年7月，江青與陳伯達和康生等人到北大召開關於工作組問題的辯論會。當輪到江青講話時，台下一片寂靜。他在一開始喊了幾句政治口號後，臉突然陰沉下來，說：你們學校有個張少華，他根本就不是毛主席的兒媳婦，他媽是政治騙子，是個壞人，讓他女兒和毛岸青搞對象是有陰謀的。我從来就不承認他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認。大家知道毛主席有個兒子毛岸青精神受過刺激，張少华看岸青精神有些不正常，就强迫他和自己結婚。当时的现场一片寂静，1万多人坐在地上鸦雀無聲，所有人都在听着江青大吐苦水，最後還崩潰大哭起來。台下的紅衛兵都傻了，不知應該高喊保衛誰。整個過程中，江青由罵而怒，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處於崩潰狀態。先不管江青這人如何，他能在這樣的場合哭訴，說明他內心壓抑的是一座活火山。不到實在壓抑不住，他也不能突然爆發。那麼江青這個婆婆與兒媳婦少華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呢？其實江青在幾萬人的大會上近乎發瘋似的控訴自己的兒媳張少華，根源在於她的毛丈夫。只不過此時的毛已經是全中国人心中的紅太陽，是不容別人說半點不是的。江青只能把怒火發洩到張少華的身上。毛的御医李志隨曾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看到江青在中南海湖邊獨自流淚的場景。那是在北京的時候，一天傍晚，他一個人在一組後門的中南海木椅上坐着流淚。我正經過那裡，吃了一驚。江見到是我，叫我過去，拭乾眼淚說：大夫，不要同別人講。主席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誰也搞不過他，連斯大林也沒有辦法對付他。在男女關係的個人私生活上，也是誰也搞不過他。在中南海的游泳池邊，毛命令建造了一個活動房，在众目睽睽之下，毛竟拉着一些年輕漂亮的女孩子進去同時淫亂。這些女孩子認為被紅太陽寵幸是自己的驕傲。從江青公開在萬人大會上近乎發瘋似的吐苦水，與私底下江青對李志隨說的那番話來看，很難不讓人對背後的故事浮想聯翩。有猜測稱，其實毛新宇並不是毛岸青與少華所生，而是老毛與少華的種。這個猜測主要基於以下幾點。首先一點，毛岸青的精神和肉體都病得很重，這是公開的秘密。毛岸青確實患有精神分裂症，有人說他是傻子，有人說他是神經病。他的身體也很虛弱，經常住院治療。連和少華的婚禮都是在大連市醫院裡住院時草草操辦的，據說當時醫生還提出精神病人不能結婚。這足以說明毛岸青的身體狀況很糟糕，而且種種跡象表明他也不是一個正常的男人。身為皇子，到了結婚的年齡，應該有很多人自動送上門來結親，但是他硬是拖到了37歲結婚。而且毛岸青與少華結婚是毛澤東親自安排的大兒媳婦劉思齊撮合的。一個男人活到37歲了，見到像少華這樣的21歲漂亮姑娘送上門來都不動心，還要嫂子催，父親勸。為了催毛岸青娶少華，毛澤東還親自給毛岸青寫了一封長信。更蹊蹺的是，毛岸青與少華1960年就結婚了，但是直到10年後的1970年1月17日才生了毛新宇。老毛一直說自己无後，想必少華肯定知道，也肯定希望給毛添個孫子，可就是懷不上。這說明毛岸青沒有生育能力。更讓人會浮想聯翩的還是老毛與少華眾多的合照。這張照片是毛澤東與二兒子毛岸青、兒媳少華在1962年春的合照，很多人都看到過。這其中有一個細節，那就是擺出一副偉大領袖派頭的毛澤東與兒子沒有任何身體上的親情接觸，但卻和二兒媳少華十指緊扣。圖片上，在毛的左邊，毛岸青看起來像偶有機會站在紅太陽身邊拍照的那些人一樣，
誠惶誠恐，渾身的不自在。從毛父子的表情來看，完全沒有親情關係，像是陌生人。看起來老毛和少華像是蜜月中的老少配，岸青站在那裡倒像是電燈泡。類似這樣的照片其實不止一張。正常家庭的公公與兒媳都要保持適當的距離，這說明毛不太具有家庭倫理觀念，這也符合他熟讀的《資治通鑑》中那些帝王與老子兒子共享後宮妃子的價值觀。皇孫毛新宇後來在自己的書中曾透露，老母少華經常給毛爺爺拍照，並在中南海內有專屬的洗照片暗房。要知道，當時就連老毛的2個女兒都不能隨便見父親，由此可見，老毛與兒媳少華的關係並不一般。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江青手裡沒有毛澤東與少華私通的鐵證，他萬萬不敢公開這樣做，不然毛非要用各種手段搞死他不可。但他這樣做了，毛一句話也不敢說，這其中的隱情讓人聯想的空間就非常大了。而毛在生活上喜歡亂來是有傳統的。毛的前秘書李銳曾經在一次採訪談話中提及毛鮮為人知的秘聞時說，據楊開慧的親戚向他透露，毛的結髮妻子羅一秀後來成了其父毛宜昌的小老婆，而當時在外求學回家的毛肯定對這件事是知情的，可見毛這個人喜歡在姓氏上亂來，也算是繼承了其父的特點。還有另一種說法，根據林彪4大金剛之一黄永胜的長子黄春光的回憶文章，黄永胜任總參谋長期間的一些事披露，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是在周恩來安排下人工受精的產品。周恩來當時為了討毛的歡心，提出能否讓301醫院想想辦法，讓少華懷孕，讓毛主席後繼有人。文章中記錄了其中細節。由於那時中國還不掌握現代的試管嬰兒技術，採取的就是人工受精。那時候每天2人的身體情況，諸如體溫、血壓之類的簡報都要送到總長的辦公桌上。我回家時經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過程并不是很順利，而且第一次人工受精也沒成功。不過好歹第2次成功了。1970年初，孩子生下來後，辦事組的人當成是一個大喜訊。這件事也反映出總理的一片用心。然而不知為什麼，主席對這個來之不易的孫子並不感興趣。身邊的工作人員第1次報告，毛就沒搭理。第2次又換了一個護士去報告，毛停下手中在讀的書，不冷不熱地說了一句：“哦，世界上多了一張吃飯的嘴。”在他生命最後這6年多的時間裡，他也一次都沒見這個唯一的孫子。總理和父親知道這一情況後，甚感無趣。毛家有了男丁，後繼有人，按理說毛應該很高興才對，但是他冷漠的態度很讓人不解，也引出了很多猜測。其實毛還睡在紀念堂，毛新宇這個所謂的皇孫也還在到處招搖撞騙。要想為毛家證明，其實很簡單。中共高層曾有人提出驗 DNA， 但被中央制止。據說得到的回應是，反正都是毛家人，誰是父親就不要追究了，而且影響太壞。還有一種猜測稱，毛新宇的生父其實是徐文博。少華於1959年在其母張文秋的主持下，介紹給了從蘇聯治病回國的毛澤東所剩的唯一兒子毛岸青。當時少華已有男朋友，就是中共大將徐海東的大兒子徐文博。張文秋活生生将2人拆散。1960年，毛岸青與少華結婚。毛岸青智力有問題，2人婚後生活難以和諧。10年後，少華生下了毛新宇。知情人都指指點點說，毛新宇的胖和毛家人的胖完全不一樣。毛家人的面部肉是鬆弛的，而毛新宇的頰部2個結結實實的大肉團是向前突出的，這正是徐家的特點。雖然後來的毛皇孫經常出現在公眾視野中，背誦爺爺的詩，時不時還留下圓珠筆真跡，也為自己皇孫的身份一度成為熱點人物。但是很多人對於這位毛皇孫早年的成長歷程卻知之甚少。華裔加拿大人黃明珍曾在文革末期離開麥吉爾大學前往中國，他曾是一名樂觀的毛澤東主義者，因此成為了2名當時可以在北京大學學習的外國大學生之一。但後來他逐漸對中共的意識形態感覺灰心，
並回到了加拿大。他曾以記者的身份回到中國報道過6·4事件，後來巧妙突破医院哨卡，採訪過大學畢業後在醫院接受減肥治療的皇孫毛新宇。他描述了一个生活中真實的皇孫。毛主席的孫子毛新宇是我見過的所有中國人中最胖的。23歲的他，圓臉、下顎和彌勒佛般的身材，簡直跟他爺爺一模一樣。差得遠的地方是毛澤東蒙娜麗莎式的狹長雙眼和讓人難以捉摸的微笑。他沒有跟爺爺一樣把頭髮後梳得平滑發亮，而是豎起來像把刷子。他的房間裡散發着臭襪子的氣味，頭髮蓬亂，沒刮鬍子，肚子脹鼓鼓的新宇穿着醫院發的條紋衣，他的褲子拉鏈只拉了一半，腳上穿着人字拖，所以我可以看到他灰色的尼龍襪上有幾個洞。毛皇孫之所以在生活上如此邋遢不修邊幅，這與他幼年的成長經歷有很大關係。毛新宇在北京西邊一個半山腰的村莊裡被養大，有一群護士、司機、廚師、保姆、貼身保鏢、武官照顧和保護的，沒有玩伴和其他成年人。當新宇還在學走路的時候，老母少華有時溺愛他，有時又懲罰他，有時打得狠，棍子都打斷了，有時又一個勁地給他吃糖、豬肉、油炸食品，希望他能長胖。但少華始終覺得新宇不夠胖，為此焦慮不已，於是讓他聽話的私人醫生給兒子注射了激素。從小一切都有人伺候的皇孫，自然也養不成自己整理自己生活的習慣。毛新宇高中時期是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上的學，據他曾經的同學回憶，皇孫經常上着課突然就站起來走出去，老師也從來不管。他總是在校園裡走來走去，念念有詞地拿着一個地上撿的樹枝比劃。毛新宇高一剛來的時候，到小賣部買東西，不知道需要交錢，各取所需，感覺像是剛從共產主義社會發配過來的。關於他的身世，一開始大家還頗有好奇心，一陣子之後，新鮮勁兒過了，也就沒人當回事兒了，除了他自己。上課的時候，如果那堂課講的是毛主席詩詞，或者是反對黨八股之類的跟毛沾邊的課文，他就會一反常態在教室裡坐上一整節課，而且從始至終帶着一臉的光榮，就像這堂課是他的頒獎儀式。課下他興致來了，喜歡以我爺爺的名義給同學們封官，都是一些古代朝廷裡的官位，夾雜一些西遊記人物。應該說歷史課是毛新宇最拿手的科目，經常能考50-60分，其他科目一概不及格或者乾脆不考。所以這位毛皇孫其實至少從高中開始就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爺爺招搖撞騙了。可以說毛皇孫到今天為止大半生都是順風順水。如果非要說有什麼坎坷的話，那就要數高考這個難關了。1988年7月，天資聰慧的毛皇孫從北大附中高中畢業，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終高考6門學科總分破100，考了109分。雖然自己的兒子不爭氣，但是老母少華倒是挺爭氣。他堅定地認為自己的寶貝兒子是上北大的料。但北京大學1988年在北京地區文科最低錄取線為500分左右，就算是5個皇孫考的分加起來也上不了北大。於是少華找到時任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直言毛澤東家族中咱家3代都屬於北大，意思是毛皇孫上北大是天經地義，要為他爺爺爭光。丁石孫心裡當然清楚毛皇孫的老母少華想要幹什麼，他看了看皇孫破100的分數，回應道：“無此必然性啊。”但少華卻堅持說：“新宇就該上北大。”最後，丁校長委婉地拒絕道：“北大校風自由，同學好動，我擔心他進來無法保障安全。”隨後表示歡迎毛新宇同學報考北京大學。丁石孫是北京大學歷史上唯一一位民選的校長。1983年，北大校長面臨換屆選舉，北大進行了民意測驗，填寫校長人選。當時尚在美國哈佛做訪問學者的丁石孫先生，因得票數最多而當選。丁先生任職校長的5年，是北大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最自由的5年。1989年6·4事件時，因放任北大學生參加民運而被迫檢討，隨後稱病辭職。
在1998年北大100年校慶上，國學大師季羨林曾稱，北大歷史上有2位校長值得記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世孙。所以如此有气节，能在北大中与蔡元培齊名的校長，当然不能容忍高考分數刚破100的学生进入北大，即使是皇孙也不行。北大虽然不收，但總有人会买毛太祖的面子，靠着老母少华通天的走后门本領，皇孙最後屈尊进了中國人民大学，而且選擇了他高中擅長的方向，就讀人大歷史系，攻讀明清史。雖然歷史已經是皇孫的長項，但是毛新宇在人大歷史系的學業似乎並沒有完美發揮自己的特長，很多課不及格，只好不考。補考還是不及格，老師最後看在他爺爺的份上送他及格，讓他畢業。但毛皇孫的老母少華堅決認為自己的寶貝兒子是塊好料，跑到人民大學研究生院找當時的副院長秦惠民，要求看在他爺爺的份上，把毛新宇保送上人民大學的研究生。人民大學的秦惠民副院長拒絕了少華的無理要求，吃了閉門羹後的少華只好到中央黨校去活動走後門，把毛新宇送到中央党校讀研究生。中央党校與普通高校不一樣，必須共產黨員才能讀研，而且中央黨校的錄取注重政治而不是學業，所以善於拍馬屁的中央黨校官員就錄取了毛新宇。皇孫從之前的高考破100分，竟然能一路走到中共中央黨校理論部攻讀碩士學位，這個故事實在太勵志，但也確實超過了皇孫的能力範圍。當時的黨校副教育長王巨武親自與毛新宇母親少華討論此事，表示不能給博士學位，因為2位博導均認為毛新宇不夠水平，堅持不給博士畢業證書，只給了個碩士文憑。由於沒在黨校獲得博士學位，2000年不甘心的少華又把毛新宇送進軍事科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並於2003年在軍事科學院如願以償。從此皇孫新宇100分博士的名頭響徹神州大地。毛皇孫不僅智商了得，情商也非常不一般。作為一個男人，青年新宇也有過情竇初開的時候，情商了得的他還有幾件大學時追求女生的軼事。據說有一次1988年皇孫剛到人大上學後不久，有一次在觀看學校舉辦的文藝晚會時，對一位獨唱的女生產生了興趣。該女生確實長得很嫵媚俏麗，穿的也很入時講究，而且歌喉亦不錯，唱歌很好聽，沒有哪個男子不對她動心的。據說當時還是人大某系的系話。毛新宇便當即去晚會的後台找她，到後台見到那個女生後，皇孫開門見山，直言不諱地說：“我喜歡你。”接着他就向對方介紹自己：“我是毛澤東的孫子，我爺爺是毛澤東。”不會巧舌如簧，沒有過多花言巧語的毛皇孫直抒胸臆。據說這個女生對毛新宇的冒失衝動並不反感，相反倒為他的真誠多情感動了，後來還與他相處了一段時間。還有曾和毛新宇是人大同學的某人爆料，說起毛新宇大學時追女孩子極不成體統，曾威脅情敵說：“你再跟我搶，我就派一個軍把你滅了。”不管皇孫的大學戀情多麼的轟轟烈烈，但當毛新宇1992年自人民大學畢業時，尚無女友。他將此歸因於當今不少女孩太淺薄，不夠聰明。有一次，毛新宇希望一位朋友幫他介紹女友，並提出3條標準：一是漂亮溫柔，2是聰明理解我，3是最好是中級以上幹部家庭出身。其實如果放到婚戀市場上，毛皇孫的條件絕對搶手，光是爺爺的孫子這一條就可以秒殺所有對手。大學懵懂時期的求愛之路雖然曲折，但後來的皇孫卻可以輕鬆娶2任妻子，這也得益於他孫子的身份。皇孫的第1任妻子叫郝明麗，毛新宇和郝明麗相識於1994年。當年4月，毛新宇和母親少華、外婆張文秋一起到泰安曲阜旅遊觀光，住宿泰安御佐賓館，而在小餐廳為他們服務的正是郝明麗。這是郝明麗第1次見到毛新宇。此時的郝明麗是賓館裡的一個小領班，專門接待一些有身份的客人。郝明麗於1972年出生在山東省肥城市一個軍人之家，比皇孫小2歲。
其父郝德旺早年從軍，是肥城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郝明丽是个很有冲劲的姑娘，1990年、1991年连續2年高考都落榜。來到玉作賓館工作後，依然沒有放棄大學夢。1992年5月，參加全國成人統一考試，考上了山東礦業學院經濟管理系。雖然上的學校沒有皇孫的中國人大好，但分數肯定比皇孫高。軍人家庭，姣好的面容，再加上為皇孫一家服務時的溫柔體貼，郝明麗的這些特點都正中皇孫的下懷。毛新宇一行旅遊結束後，張文秋因感冒住院，毛新宇等又住到玉作賓館。在這裡，郝明麗第2次見到了毛新宇。這2次的相見讓皇孫的心裡泛起了漣漪。回到北京後，皇孫整日念念不忘玉作賓館裡的領班姑娘。就在皇孫回到北京不久後的某天，在山東玉作賓館的郝明麗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電話。電話那頭說毛新宇對他印象較好，希望能多聯繫。很快，當年的5月份，郝明麗就被邀請去北京，在毛新宇家住了1個星期。邵華對郝明麗很是滿意，並認她為乾女兒，建議她轉學到北京，並開始為自己未來的準兒媳鋪路。事實證明，郝明麗還是比自己的男朋友毛皇孫要強。高考落榜過2次的她，竟然順利上了北大國際商務系。其實是因為當時的校長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拒絕皇孫的丁世孫了，邵華的通天本領才能派上用場。所以普通人眼中高高在上的北大，其實只是紅色太子黨們唾手可得之物而已。1997年12月7日，郝明麗與毛新宇在北京京西賓館會議廳舉行結婚典禮。證婚人有原中央軍委委員趙南啟上將、李先念夫人林佳梅、謝覺在夫人等一眾大咖。司儀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洪雲。當時大陸媒體對此做了大量報道，2人在爺爺雕像見證下的結婚照還登在當年的一些刊物雜誌上。但是這對在眾多開國老將見證下的新人，在此後還是婚姻破裂了。對於皇孫的第1次婚姻為何破裂，相關信息很少。有外傳，毛新宇第2任妻子生下兒子3天後，其前妻便突然死在了秦城監獄。有傳，郝明麗婚後2年沒有生育，後鬧着要離婚，說與毛新宇無性生活。邵華才知兒子不能人道，於是到處尋醫求方為毛新宇治病，還托人到香港找過。大陸民間傳聞，郝明麗終於離婚後，因到處張揚毛新宇的性無能，被秘密關進秦城監獄。還有瘋傳但未經證實的消息說，2002年5月，郝明麗得知毛新宇又有新歡，和毛鬧翻後，被秘密關進秦城監獄。2003年12月29日凌晨，郝明麗死於秦城監獄。有分析稱，郝或死於非命，因拒絕人工受精害了自己，又或許他知道了自己不該知道的，還或者是積鬱成疾。畢竟入獄這個打擊對他來說實在太大。不管其中內幕是否真的如此，但皇孫無後，對於毛氏家族來說當然是不能接受的。當年的邵華費了9牛2虎之力才造出了一個皇孫，龍脈必須得延續下去。郝明麗的這一頁就這麼潦草的翻篇了。毛皇孫接着迎來了他的第2任妻子劉彬。毛皇孫雖然其貌不揚，但是眼光確實不錯。第1任妻子是北方的山東美女，第2任也是南方水鄉美女。皇孫第2位妻子劉彬是江蘇鎮江人，生於1976年。劉彬1995年入伍，1997年考取北京一所醫科大學。不得不說，只要有爺爺的孫子光環在，皇孫就從來都是搶手貨。2000年，據說是經人介紹，毛新宇與劉彬相識，2人不久即墜入愛河。公開的信息顯示，劉彬是一名軍人，從事醫務工作。2003年，劉彬與毛新宇舉行了一場婚禮，只不過這次吸取了第1次的教訓，並沒有大張旗鼓，婚禮辦得非常隱秘。2003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110週年，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的第4代男丁毛新宇和劉彬的兒子毛東東出世。毛東東不論從取名還是從出生日期來看，都像是毛太祖轉世投胎，這給毛氏家族增加了幾分神秘色彩。2008年8月28日，劉彬又生下女兒毛田憶。幾乎每年的毛誕節，
毛新宇都會帶着他的兒女在鏡頭前亮相。毛新宇的一生是被他的老母邵華精心安排的一生。高考总分破百的他，可以毫不費力的就獲得博士學位，這對於普通人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毛皇孫曾經也表達過自己叛逆的想法，表示自己不喜歡被安排的人生。對於未來的路該怎麼走，青年新宇還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毛新宇曾向採訪過他的加拿大華裔記者黄明珍吐露了自己的心聲。我見到他的那天，是他在軍事醫院307號病房強制減肥的第37天。在這家地鐵西邊的醫院，他把體重減到了250磅。在一個被他爺爺的烏托邦政策弄得很多人吃不飽甚至餓死的國家裡，他還是很胖。他活在自己的白日夢中。有個大學學生問過他以後想做什麼工作，他答道：當領袖。就好像當領袖跟當電工那樣普通。他一直心懷這樣隱秘的願望，某人在某一天會選定他當中國共產黨總書記。1989年時，他在中國人大。當天安門事件爆發，他的同學血灑廣場的時候，他的媽媽讓司機開車送他去學校，硬生生把自己兒子綁回家，不讓出門，直到風波過去。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解放軍在廣場上冷酷地射殺了普通學生，自然也沒感覺到一點震動。我見到他的時候，新宇已經本科畢業了，現在在中央黨校學毛澤東思想的博士學位。他夢想着出國。我媽媽想讓我去美國讀書，因為那裡有很多人在研究毛澤東思想。我聽說在美國，毛主席的地位比喬治·華盛頓還高，是這樣的嗎？恐怕不是，我回答。新宇好像沒聽到我的話，他嘆了一口氣，肚子微微晃動。一個密西西比州的大學，他忘了名字，願意提供他一筆獎學金，但被中央禁止。政府不會讓我出國的，他說道，他們怕我出去了以後思想發生變化，或者就不回來了。他繼續看電視上聲音刺耳的京劇。我問他打算在醫院裡待多久。我不想回家，他承認。我不想讓我媽告訴我該做什麼，我怕她。這裡時間過得很快啊，我能天天看電視。雖然大學畢業後的青年新宇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想去美國研究他爺爺毛澤東的思想，但是他並不能如願，因為他未來的路早就被安排好了。黄孫於2003年7月份獲得博士學位，其16萬字的博士論文在2005年獲選為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畢業後於中國軍事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並經常在媒體上曝光。2008年，毛新宇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批准推薦下，當選第11屆全國政協委員，代表社會科學界分入第32組。2009年為全國政協會議準備了3個提案，其中重點關注中醫藥發展和教育。2010年7月，毛皇孫迎來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他被授銜為少將，一舉拿下中國最年輕的70後少將的稱號。而親自為他授銜的就是劉少奇之子劉源。當時劉源的這一舉動讓外界非常不解，因為他老爹劉少奇曾經就是被毛太祖在文革中整死的，這是中共都承認的文革第一大冤案。那麼身為軍事科學院政委，劉少奇之子劉源上將為什麼能如此不計前嫌，為殺父仇人的後代頒發少将軍銜命令狀呢？據說劉源不僅僅是幫助毛皇孫獲得了少將軍銜，其實在此之前，皇孫的一整條上升之路都是劉源安排的。話說當初毛皇孫大學畢業的時候找工作，不知道是誰出的主意，讓毛新宇到飯店门口為客人拉大門，由國安掌控，至少沒有安全問題。雖然多少帶點侮辱性，但皇孫也欣然接受，好歹是冠冕堂皇的國企。當時的中共是由元老鄧小平和陳雲执掌，陳雲提出中共高层一個家庭至少出一個人掌握大權，此動議得到鄧小平的首肯。於是按着陈鄧的旨意，中組部發文形成官方政策，
中共高層每個家庭都有一人被安排做高幹，其他人則下海斂財。但毛皇孙顯然不被鄧算在紅色血脈之中，不然也不會被派去看大門。這時候劉源看不下去了，站出來挑頭為皇孫親手安排一切。劉源是北师院77級歷史系的，早習近平一部官階副部，通過關係保送毛新宇88年進人大歷史系，之後又硬是讓高考分數破百的皇孫成為了黨校碩士、軍校博士，然後又是進軍隊升少將，最後頒發證書，這都是劉源親手安排。而對於劉源到底為什麼不計前嫌，為仇人的孫子鋪就前程，可以從他曾說的一句話明白背後的原因。毛的外孫李讷和第一個老公的兒子王孝之因為不姓毛，命運又要差一截。與毛新宇同樣是高考落選，90年去上了不知名的旅遊學校，2年後畢業，接着到昆侖飯店拉了2年的大門，後來又做過服務員，奔50了都沒有老婆。後來刘源出面把薄一波的外孙女王偉介紹給他，在北京大辦婚禮，薄熙來的兄弟薄熙成出席。作為证婚人的刘源在婚禮上致辭：我們今人必須力保先輩的成功。可以說這句話道出了他內心的真實想法，紅色江山的後人要團結在一起，保住紅色江山。毛新宇在被授少将衔之前，就因被傳承为全國最年輕的少將而被網民熱議，各大媒體也對此紛紛報道。當記者向其問及此事時，毛新宇說：現在都還不是，今年7月份上級才將正式向我授予這一軍銜。他還表示，人民對爺爺的孫子的期望太大。我身上的壓力呢，主要是有2點。第一個，就是因為我是這個新中國締造者，是毛澤東的後代，中國的老百姓把很多對毛主席熱愛的感情轉嫁到我身上。中國的老百姓對我的期望和要求也是很高的。首先第一個，他們不希望我給我的祖父，不希望我給毛主席丟臉，不希望我去做有損毛主席榮譽的事情，也不希望我由於我自己不恰當的言行去影響了毛主席偉大光輝的形象。同時中國廣大的人民也跟我的父母一樣，希望我做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能夠希望我成為一個優秀的軍人，去更好的保衛我們的國家。當年的清明節，皇孫攜全家在參觀完毛澤東故居後，又去參觀劉少奇故居。當時的毛皇孫還未真正獲得少將軍銜，但已經是準少將。這一舉動是為了展現自己，對第一紅太子劉源對他的提拔表示感激。但就在劉源親自為其授銜少將軍銜後，毛少將在媒體面前表示，這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我現在由於我自己的努力，我當上了將軍，毛少將愛到處出風頭，走到哪逢人便說自己是爺爺的孫子。而且與其爺爺毛太祖一樣，毛新宇也喜歡題字，只不過用的不是毛筆，而是圓珠筆。毛新宇曾在參觀毛澤東曾經求學過的湖南第一師範學院時題字，一時是個好學校。對於自己的書法，毛新宇稱，我對學書法已經有了一些竅門了，以後我的字肯定會越寫越好。2012年8月21日，毛新宇對於自己的書法有一個中肯的評價，他說，有一句話我非常贊同，叫字如其人。毛少將有時說話也很直率，喜歡即興發揮，時不时來點一些不經過腦子的即興演講。正在搞一個活動，就是關於代課教師的，這方面您代課教師我想提啊，剛才我後來我密友給我看，我想啊引申一下這個代課老師，我想我想這是也不是繞開你們，我想側重講這麼一個，就是說現在這個代課老師，現在我們國家的這個談到教育，這個教師隊伍，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一部分叫做民辦教師。
这是民辦教師嘛。這個怎麼說呢？我考慮的觀察了很久，這個民辦教師，民辦教師呢，怎麼說呢？他還民辦教師我認為啊，咱們說從嚴格意義上，他不算是正式國家承認的教師，他是就是說他也是受這個民辦教師，他的這個當然他的這個教學質量，他的這個素質，他肯定不如這個正式師範的這些東西。當然，這個民辦教師，包括你說的這個代課老師，這個問題確實成為一個教育部門的一個大問題。就是說，首先就是說，這個將來我教育問題，我是從內心裡希望很多的這個，我希望大量的這个民办教師能夠通過努力自己的努力，刻苦學習，能夠提高自己的水平。希望很多的民辦教師能夠成為優秀的正式教師。這個除了民辦教師這個制約我們這個教育以外，我覺得現在大家普遍反映的就是說，不要光說是民办教師了，就是我們這個正式的師範出來的老師的這個文化素質和這個教育水平也是有待於提高。毛黄孙自1990年起開始發表作品，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研究自己的爺爺，比如2001年的《毛澤東眼中的五大帝王》，2003年的《親情的紐帶》，寫在爺爺毛澤東誕辰110週年，2006年的《爺爺毛澤東》，2007年的《爺爺率紅軍走過》，毛新宇畫長征，爺爺激勵我成長，2016年的《毛澤東三兄弟》，可以說產量非常之高。平均每個1-2年就出本書，研究一次爺爺。博學多才的毛少將還很有藝術天賦，創作歌曲也不在話下，作品有不知名歌曲《爺爺曾在這裡走過》，獻給爺爺奶奶的歌，曾在電視媒體上一展歌后。作為我一個感情，作為今年也是個特殊日子，爺爺30周年，也是開會的誕辰100周年的時候，是自己新做的。好啊，那我獻給廣大網友吧。我想想啊，我定個調。家鄉的山水幾深情，家鄉的山水還回家，爺爺奶奶歸來吧，為你們沏好了燒山茶。有時來了興致，還會朗誦爺爺的詩句。因為這是我很小，我媽媽最早讓我背的。我們很期待。來，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時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對於爺爺，毛新宇是發自內心的崇敬，不僅認為自己的爺爺在美國比華盛頓還受歡迎，而且根據軍事研究院毛少將多年研究的結果，還曾發表爺爺第一，拿破崙第二的言論。這個拿破崙呢，對吧？甚至斯大林呢，都認為是大軍事家。但是說起來，不是我是吹噓我爺爺，他老人家比起毛澤東的軍事成就還是不行。但是毛黃孫的仕途在後來似乎遇到了一些阻礙。2017年，毛新宇落選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亦為入選於2018年1月公布的第13屆全國政協委員。再看朝鮮半島的另一位將軍，與毛少將同為紅色領袖之孫的金三將軍，卻能與習主席談笑風生，只能說毛少將的進步空間還很巨大。確實，毛少將後面的一系列行動表明，他內心其實非常想上進。2024年4月5日，清明節期間，毛少將攜帶妻兒回到湖南韶山祭祖，而毛新宇的兒子毛東東則表示，一定會成為習主席的好戰士。
在這裡，我一定會成為習近平主席的好戰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看今朝。